川普呢对很多人都不爽，对韩国啊、日本啊、亚洲这些国家不爽，对呢北约也很不爽，说呢要把北约成员，美国因为在各北约国家都有驻军嘛，多多少少有些要把它撤出来。川普说呢，这北约这些国家很坏，反而呢是东欧以及部分南欧国家比较好，那问题撤出部队跑哪里去呢？如果跑到东欧去，又在苏联旁边啊、俄罗斯旁边啊，那俄国人会不会觉得说你这又威胁我了？来了一个乌克兰，又来一个美国所以呢，会不会增加那边的紧张？为了惩罚北约，欧洲不挺美国打伊朗，派兵我也不派，派军舰去守荷姆兹海峡护航我也不去，甚至有些国家机场也不给你用，你空域也不让你通过，你事先不跟他们商量。然后事后你叫他们派兵，他说你事先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我没有同意你去打吗？然后搞得油价上涨，各国现在通货膨胀，都是你川普害的，而且对你川普原来就新仇旧恨了，你有没有搞什么对等关税什么，搞到全世界都扰攘不安？你现在是要叫我们帮忙，我帮忙你，我干嘛帮忙你？所以川普说要把部分美军撤掉，美军不保卫你们了，而且美军不在，很多消费也没有了，花钱也没有了那另外呢，说至少要关闭1个美军基地，但是呢，你要退出北约啊等等这些，要国会通过，不是你川普讲的就算的那北约秘书长这个吕特他一向是拍川普马屁的，不过我后来想，他拍川普没有道理，因为北约很多钱是美国给的嘛，美国是金主啊，部队是美国派的很多所以呢，吕特一向对川普这个言听计从。他说呢，川普对很多欧洲国家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最近见面了那说北约呢，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就不在，不需要你的时候呢，你拼命来要钱要东西。那川普有没有跟吕特讲要退出北约？吕特说拒绝答复，不告诉你有没有。川普跟我讲不告诉你华尔街日报说呢，这些盟国面对反复无常的美国，就是反复无常的川普了，说觉得说无处可退，到底要退哪里去？根本不知道怎么办。面对一个这样疯狂的人那因为川普得罪太多人了，他真的得罪很多人，所以呢，打伊朗没有盟友挺，这是近1世纪来的第一个例子，没有的。1战、2战都有什么同盟国啊什么，这个只有这次美国人自己去干其他人不挺，所以呢，就搞得这个川普也很生气。我们看一下。I have a direct quote from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NATO, and I will share it with all of you. They were tested, and they failed. And I would add, it's quite sad that NATO turned their backs on the American peopl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6 weeks when it's the American people who have been funding their defense. 魏三。确实，现在欧洲整个防御基本上是美国在 cover 就在扛这个整个欧洲的安全，因为都有赖于这个美国，它基本上有这个核子武器等等的，才有办法去做一个平衡。那这几年其实欧洲确实他们的这个军事上面的这个支出是非常的低的，大概都只有1%到2%之间以这个国家的这个 GDP 来说，那以这个预算来说当然是不够的。那所以美国当然是以大量的军费在挹注整个区域和平的安全。应该说美国的军力是投射到全世界，所以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这些美国的这个基地或是部署。那当然对他们来说，如果美国花了这么多的精力在这个全球的安全维护上面，尤其是所谓的航权，其实所谓的军事的力量为什么要到处去建这些基地？其实是必须确保整个所谓全世界的海权是打开的，它不会变成任何一个人的内海，大家都可以有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这样的事情。那所以从这个2次大战到现在以来，我们的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经贸可以有这么顺利，其实也是因为这些海权是畅通的，大家都可以彼此贸易，彼此到别的国家去。那所以当然美国也付出了非常多的这个军力嘛，那当然这个钱也是由美国全民买单。那当然如果欧洲自己不肯站起来的话，把这个力量全部压在美国身上，其实也是不对的。所以这几年美国尤其是川普一直去要求说，你欧洲你应该要自己要站起来你自己应该要去付这些钱。那当然每个国家都会面临自己国内的一些压力啦。你想一个所谓的不管是总统也好或总理也好，他要去增加这个军费，其实也是需要跟民意沟通嘛，毕竟都是民主国家。那我觉得川普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也有效的解决这一些所谓民主国家这个领导者他们的一个压力啦。至少是美国要求的那我们当然是就是跟着一起让这个整个军备变得比较好。
那我们也看到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北约的秘书长有跟这个川普谈了2个半小时，那其实也是在交换这样的意见。那因为整个的空防、整个的这个海防，其实还是需要大家一起来。那我想这个会慢慢会有更多的共识。那川普有时候是抛出来，是希望大家可以做一个讨论。那基于这一次在伊朗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伊朗当然是片面，我们看到他就是撕毁了这个协议嘛，因为他不愿意去遵循美国的这个10点。那前面所谓14天的停火本来就是脆弱的，因为它只是延长了这个时间，让大家冷静14天，彼此谈谈看有没有更好的结果。那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那我们就再继续打。那当然，这当然是个所谓脆弱的停火、脆弱的和平的状态。但我还是要再一次强调，其实和平还是要建立在大家都是彼此共好的状况之下。如果像伊朗这样的国家，它从这个一般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神权国家，然后到处造成整个中东地区的不稳定，那它对大家来说当然是个不定时的炸弹。那如果说伊朗今天它能够重新恢复过去的这样的一个繁荣，重新恢复一个过去像这样一个正常的政权，那对于整个中东地区当然是加分的。而且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就可以把比较多的，应该说如果北约愿意去承担这样的一个军事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美国当然也可以从这个欧洲地区慢慢的把这个兵力部署回其他更重要的这样的区域，那可以更有助于世界的和平。所以最重要的是，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所谓的安全，应该是要由全部的人一起来承担，而不是让美国单一个国家去掌握整个世界的一个和平。洪伟，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就是说，川普上任短短1年多，他有几件事情就慢慢彻底的去得罪他的盟友。那当然一开始这个对等贸易的关税的谈判他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就已经相当的蛮横，所以都变成别人要配合他。那接下来他就是要取那个格陵兰，也是用非常强横的方式。当然这个事情呢，就变成欧洲国家非常团结，那他碰了一鼻子灰。那当然第3步就变成现在的这个中东战事，而中东战事这些盟友对于美国的态度确实让大家非常的意外，因为从2战之后，几乎这些所谓的美国的盟友都是以美国马首是瞻。那当然，美国它负担很多的军费，不管是联合国或者是北约。那其实，在这件事情之前，那个川普就已经常吵着说他退出北约了，因为太花钱了。他觉得欧洲的这个安全你们自己应该花钱，为什么通通都要美国花钱？他凡事都跟你斤斤计较，他跟日本、韩国都是如此啊。那但是在这一次中东战事里面，包含他最亲密的盟友我们先不要说法国、德国不愿意配合他，连他最亲密的盟友英国尤其在后来的战事，他也不让他从这个英国的这个军事基地起飞让他去完成这场的一个侵略战争。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那当然就会让大家去质疑，那未来川普的这些盟友他的选择是什么？我觉得吕特你说怎么北约的这个秘书长那很清楚因为北约大部分的钱是那个美国给的包含秘书长的薪水也是那个美国主要在支撑的，那他当然就事事就想办法，希望这个美国不要退出北约。可是问题是，大家可以看到，从去年下半年之后，我刚刚讲，从他上任之后，一一在得罪盟友，这些盟友慢慢的。本来在拜登的时候，拜登当总统，他就是把所有这些他的盟友全部站队就是站队到美国这边来，而跟中国大陆其实采取了一个非常切割，不管是政治上的或者经贸上的。但是川普现在这样的唯我独尊，而且呢，他在外交上极为的无理，而且非常蛮横，动不动就去批评他的盟友，而且说的非常难听。我们讲过很多次，他连加拿大在他的旁边隔壁邻居，他都会说，那你就变成51州算了，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现在的这些盟友可以看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慢慢的他们跟中国重新建立起关系。那么在川普之前，我们看到不管是德国、法国乃至英国，他们的这个元首，他们的领导人都带了很大的团到中国去访问，因为他们知道美国可能靠不住了。所以川普他整个的他的行事作风，已经让美国失去了他在这个世界执牛耳，而且他可以一声令下，这些盟友都站队在美国。那其实除了军力之外，
还有你是不是值得信任？尤其刚才我要呼吁一下蓝轩所讲的话。当他可以讲说他要消灭一个文明1000年以上的文明的时候，这不仅仅这已经违反全世界的普世价值，不仅仅是他的盟友受不了他，现在是连他美国的那些 MAGA 过去在支持川普第2任让他重新进入白宫那些人，现在慢慢的都可能离他而去。前一阵子他的那个反恐中心的主任，原来是支持他。但他告诉全世界，他说我没有办法昧着良心来挺这场战争。那接下来现在已经好多慢慢的就开始在质疑说，他们重新让川普进入这个白宫之后，而这个川普竟然还可以说可以要毁灭一个文明，这不仅仅只是发动一个单次的战役而已。如果一个像美国这样世界大国的领导人可以如此狂妄无理，而且到了完全违反普世价值，那我觉得接下来的地缘政治我们还会看到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接下来再回来。好，那个国民党的这个历任的主席，如果到大陆访问的话呢，都一定会去中山陵拜谒中山陵啊。那郑丽文当然也去啊，而且呢，第一站通常都去中山陵，在南京啊。那基本上中山陵这个非常的这个，可以说那个建筑啊，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气势很磅礴了，是很不错的，真的，整个地势啊、地形啊、建筑啊都非常好。郑丽文数度哽咽哈，说呢，这个希望他自己去为了和平，希望种下和平的种子。那也提到中华民国哈，那当然了，就是说提中华民国，他们在这个祭祷孙中山先生的时候，都会提到啊。这个孙中山先生他领导革命，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啊。然后呢，因为祭文嘛，都会讲说这是民国多或者中华民国几年几月几日啊，类似这样哈。那就提到中华民国啊。那另外呢，郑丽文说他现在国民党跟他要传承孙中山总理的革命精神，要两岸希望能够和解和平啊。那另外呢，这个其实孙中山的这个讲的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大家都耳熟能详嘛，和平奋斗救中国，所以和平也是孙中山很重要的一个主张哈。那另外呢，这个郑丽文他用台湾史来连结两岸啊，这次跟以前的这个党主席不太一样哈。那么他们住在上海瑞金宾馆哦，说这个瑞金宾馆呢是蒋介石跟宋美龄定情之地、订婚之地啊，所以对国民党也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是蒋介石在上海最后的住宿的地方，就离开了，就再没回去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也是抗战以后呢，国民党的励志社上海分社的据点。哦，那老共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甚至尼克森、柯文哲，都曾经住过。刚我去查了一下，他之前不叫瑞金宾馆了。是一个英国人，当时因为在上海赌马赢了钱了，赚了很多钱，就在上海呢买了很多房地产，1栋、2栋、3栋、4栋，100多亩很大的一个地方。那后来才一定是老共以后才改成瑞金宾馆了。国民党绝对不会用瑞金做名字嘛，你想这道理嘛哈。那郑丽文说俯瞰黄浦江，然后呢这个100年说1949年很多人离开上海就是生离死别的港口，真的是这样离开。甚至有些地方不只是上海了，海南岛很多人从海南岛过来的，一离开就从此就回不去了啊！一直到这个我看我当立委哪一年？民国75年，我76年要求能够开放大陆探亲，一直到那个时候才能再回去。那一下子很多年了哈，很多人根本就回不去了哈。说他要带一份礼物回台湾什么礼物呢？就是和平希望能够带领一个和平啊。那另外呢，郑丽文也说，天空飞的、海里游的不应该是飞弹跟军舰天空飞的应该是鸟，海里游的应该是鱼，怎么现在都变成武器呢？所以引用鲁迅的一个诗句，一起走这条和平之路吧那另外呢，这个说只要给和平足够的时间，一切都有可能，因为很多人讲不可能啊，怎么可能呢他认为是可能的那民进党的书记长呢，范云立院党团呢说，
这个提中华民国都遮遮掩掩的，为什么不敢明天在习近平面前我民中华民国呢？哦，那去吵架了，那不如不去算了啊。那另外呢，用中共用语从孙中山，他前面都讲总理啊，怎么？因为他最后他有说100年之前的革命先行者，因为老共称孙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但郑丽文并不是通篇称革命先行者，他前面都讲总理，讲了一堆，只是后面说，而且事实上孙中山是不是革命的先行者也是嘛。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挑毛病没有什么意思了哈。那另外呢，苏起这次也去了，说呢他挺郑丽文打成和的品牌，苏起他10年前也谈到和了啊。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苏起说，民进党的问题是好斗，太好斗了，所以他们的经济就是一直起不来的原因，被剥皮的这个意思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今天大陆又宣布黄海实弹演习，所以民进党就酸郑丽文说，你看。你不是要跟习近平谈和平吗？老共在黄海演习啊，那黄海演习也有人说，我有问啊，为什么在黄海？有人说是针对日本，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下。中山线上所提出的东方大港的梦想，我们认为现在已经实现了。来到东方大港上海洋山港参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很有兴趣听一听解说，自己马上上前跟着洋山港的投影片比划提问。主要港区的布局图。洋山港是世界顶级的集装箱枢纽港，通过全长32.5公里的东海大桥与上海浦东新区相连。眺望港口美景，连副主席李乾龙都忍不住赶紧帮郑丽文拍照。幕僚也透露，郑丽文此行有很多跟国父相关的行程都是精心安排，因为孙中山就是两岸的共同政治符码。而郑丽文也特别别上国民党徽章。今天看到大海，我来自台湾。是个每天都面向大海的地方，在天空飞的应该是鸟，不是飞弹；在海里游的应该是鱼，不是军舰。上海是国王会谈进行的地方，比达到9·2共识更重要的工作是，每一次的会谈不会是最后一次。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国民党一行来到洋山深水港参访，不单单是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智慧货柜码头，更是昔日国父孙中山他在建国方略当中所提到的东方大港。丽文衷心的希望，如果可能的话，我带给所有台湾亲朋好友的礼物就是和平。在法兰德斯的战场，我们跟你们一样活着，一样看着日升，看着日落，一样爱人也被爱着。郑丽文跟蓝营团员晚间将分组跟陆方进行工作会谈，为预计10号上午正席会登场做准备。郑丽文除了紧握国父牌，更要向国际宣示创造和平的决心。那香龙，我们刚才谈到以色列的暴力，以色列攻击行动了。我提醒了，就是因为台湾的民进党政府是全世界现在跟以色列关系最紧密的政权。作为一个呢，跟一个国际上面呢，现在人人喊打的暴力国家走得这么近，连美国的周围的盟友，美国是 G7 的带头国家，但是现在打到6亲不认。G7 剩下的6个国家呢，现在都没有参加美国的行动。美国打到6亲不认，6个其他的国家都不承认美国，但是台湾呢仍然跟以色列的紧紧的站在一起。连呢星期天的复活节，梵蒂冈的教宗呢都公开的点名美国跟以色列发动战争的国家呢，上帝不会听他祷告的。在台湾的民进党政府里面，有许多人都有自认为很虔诚的宗教信仰，好好的听听这些话。这个教宗还是第一个美国籍的教宗。美国籍的教宗呢，正在呢批评了美国跟以色列。台湾关心的只是能源、天然气。台湾今天的民进党政府终究会像是呢核能问题一样，把自己呢困在今天的两岸的定位上面。好，我们看到呢郑丽文的讲话，郑丽文在中山陵的那段讲话让我有很意外。我认为郑丽文在今天呢在中山陵的那一段的讲话，是历史文件级的讲话，是一个现象级别的讲话。他把许多呢台湾人过去因为教科书的篡改，
以及呢修改到体无完肤的年轻世代呢对台湾呢跟中国大陆的历史的关联性的那些断裂，他做了相当程度的缝合。那个缝合的角度是很特别的，把被割裂的台湾史呢重新呢缝回到呢中国史的大历史的框架里面。郑丽文呢提到了蒋渭水，提到了呢张我军，郑丽文还没有提到呢，譬如说参加呢黄花岗起义的罗福星，台湾籍的烈士，他有没有提到叫翁俊明的第一个参加同盟会的台湾人，就是旅日呢那个明星的翁倩玉的祖父。许多呢精彩的当代的台湾人物都曾经呢在整个中华民国崛起的过程当中抛头颅洒热血。台湾从来没有因为当时被日本割裂而自外于呢整个新中国的建造。你再看看呢，郑丽文，在过去我一再质疑，就是国民党现场当然有阿宝啊，有洪威啊，我过去的质疑就是说，国民党似乎从来都没有认真的去论述过，你们所谓的国父总理在创建中华民国的过程当中，到底跟台湾的命运呢，跟甲午战争、跟日本的侵略呢，然后呢，就说呢，殖民台湾有什么关系？1894年的6月，孙中山在干什么？1894年的6月，孙中山到了天津，想要去堵一下谁？堵一下李鸿章，公居上诉，想要呢把自己包装成这个温和的改革派，告诉李鸿章，我们的国家呢已经很危险了，要如何呢强大呢这个国家，人尽其才，货上其流，物尽其用，地尽其力。孙中山提的。那是1894年6月，7月甲午战争呢就爆发了。甲午战争爆发了之后，11月兴中会就成立了。隔一年，1895年的1月签下了马关条约。2月呢，孙中山呢就把兴中会的总部呢搬到了香港。搬到了香港了之后，所有的革命活动就开始了。孙中山在他一生当中呢，多少次呢提到呢割让台湾呢，对他来讲呢有多大的影响，多么痛。不要说他一生当中3次到台湾，在过去台湾的历史当中来讲，谈到孙中山的时候，都把他归诸于好像呢大陆就是呢葬在南京中山陵那个跟台湾没有关系的人。不，这个人呢从头到尾，他的一生当中的精彩都是跟台湾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今天的郑丽文把这段呢稍微把它缝回去了。其实台湾我刚讲有许多台湾的精彩人物，他们一生的精彩都是因为跟台湾的命运有关，都跟抗日有关，都跟了中国那失去了台湾所造成的当时的那个世代的所有的知识分子共同的痛苦呢是有关的。你孙中山1912年就任大总统，他就任大总统的演说里面特别提台湾。他的重点就是如果台湾没有回来，中华民国呢都不算是成功的。所以呢，整个今天呢，郑丽文呢把台湾史呢重新呢缝回到中国史。你看到的可能在演说的过程当中带着情感的表达，但是这是一个历史文件级的表达。这个文件级的表达也意味着国民党的所有的两岸的论述到了新阶段了，已经不是9·2共识了。尤其郑丽文呢，把中国的当代、台湾当代的所有的痛苦归诸于呢日本的侵略性行为。这个行为一旦被确定了之后，两岸就有一个共同的历史的平台。剩下的就看民进党赖清德不久之前才告诉我们，日据时代的治理呢比国民政府好。但是呢，当今天的郑丽文讲完了之后，大家可以开始好好的进行了历史史观的辩论。接下来再回来。